今天我们要聊一位投资传奇在临终前留给世人的至理箴言：当机会来临时，你一定要下重注。这句话出自查理·蒙格，那位与华伦·巴菲特并肩打造波克夏帝国的99岁高龄智者。他在生前唯一的一次 podcast 访谈中反复强调了这个理念。想象一下，一位经历将近1个世纪风云的投资家，在人生最后时刻的一场对谈中，道出了他毕生智慧的精华。为什么好机会难得？一旦出现，就应该倾全力把握。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蒙格的足迹，深入探讨这场特别访谈的内容，挖掘蒙格长达近100年人生里淬炼出的投资哲学和人生智慧。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领略查理·蒙格那独特而风趣的智慧世界。蒙格出生于1924年，如果他现在早已迈入100岁门槛。他与巴菲特的传奇故事早在投资圈广为流传。巴菲特曾戏称，蒙格让他从黑猩猩进化成了人类。没有蒙格在旁指点，或许就没有今日的股神巴菲特。蒙格原本是一名律师，40多岁才全职投入投资领域。他的人生跨度几乎覆盖了20世纪和21世纪的各个重要阶段，可谓亲眼见证了将近100年的人类历史变迁。从大萧条、2次大战到网际网络崛起，人工智慧萌芽，蒙格都走过来了。试想，当一个活了将近1个世纪的人物坐在你面前，你最想问他什么？而更奇妙的是，蒙格几乎从不参加这类节目。这场在他洛杉矶家中餐桌旁进行的访谈，正是他平生首次也最后一次录制的 podcast。 就在2023年10月29日，蒙格与2位年轻主持人大谈投资与人生。没想到仅仅1个月后，2023年11月28日，传奇老人辞世，享年99岁。仿佛命运特意安排，让这场对谈成为他留给世人的最珍贵临别礼物。那天的访谈一开场，主持人就抛出一个贴近现实的话题：美国铺天盖地的体育赌博广告，如今打开电视，到处都是鼓吹你下注的宣传，难道全民赌博成了新风尚？主持人问蒙格，这现象对美国有好处吗？蒙格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当然不好。他反问道，美国那些赛狗场、赛马场、赌场对社会有任何益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只是迎合了人性中好赌的部分，非常受欢迎而已。但受欢迎不代表有益。蒙格语气中透着他一贯的尖锐与幽默。他进一步指出，许多普通散户涌入股市，其实也在变相地参与赌博，他们对公司一无所知，只是赌股价的涨跌而已。蒙格对此深恶痛绝，直言如果由他来主宰，他宁愿对短期交易课以重税，而且不允许亏损抵扣，把这些恶性投机者通通赶出市场。试想，多么大刀阔斧的提议，完全符合蒙格一贯的风格，宁愿得罪华尔街，也要为市场疗毒。在蒙格看来，真正的投资与赌博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赌徒把市场当成赌桌，凭运气压住涨跌，而投资家则要有意识地让胜算站在自己这边。他提到自己的老搭档巴菲特，年轻时常跑去赛马场，但巴菲特从不下注赌马，他只是观察。他说，华伦从不赌博，他只想成为庄家，不愿当压注的那个人。所谓要当庄家，不当赌客，这简单一句话点破了投资的精髓，想办法让胜率和优势在我方，而非把命运交给几率波动。赌场的庄家永远比赌客更有利，因为规则由庄家制定。蒙格和巴菲特毕生奉行的就是这种立于不败之地的思维。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处于庄家的位置呢？蒙格的答案很直接：深入研究，严格纪律，永远保持理性。别看他在访谈中对散户短线炒作冷嘲热讽，其实这背后是他对市场乱象的担忧。他批评当前市场上流行的高频交易演算法，讽刺说那些号称叱咤风云的对冲基金不过是年年加杠杆应挤收益，把自己搞得风险越垫越高。杠杆用得那么大，只为了追求巨额回报。如果你已经够富了，还这样加码，只会把自己搞疯。蒙格以99岁长者的口吻奉劝世人，过度杠杆迟早酿祸，千万别被高回报的幻影冲昏头。
他宁愿放弃那些建立在巨额借贷上的暴利生意，因为保住本金，避免愚蠢的错误，比什么都重要。蒙格曾半开玩笑地总结成功秘诀：人生想要成功，只需做到2件事，一是不做愚蠢的事，二是活得够久。这番话听来轻松，却蕴含大智慧：不乱来，不赌博，稳健度过足够长的岁月，自然会见证复利和机遇的奇迹。别忘了，蒙格和巴菲特可是联手活出了将近2个世纪寿命与智慧的搭档啊！提到这对黄金拍档，就不得不回顾一下蒙格与巴菲特的相识。两人都是从美国中西部的奥马哈小城走出来的年轻人。1950年代末，30多岁的律师蒙格经友人介绍，第一次见到了20多岁还在做投资合伙人的巴菲特。传说那次见面聊得难舍难分，一拍即合，从此开启了日后的传奇合作。尽管蒙格比巴菲特年长将近6岁，却丝毫没有代沟。两人价值观惊人的契合，都热爱学习、诚实、正直，重视家庭，崇尚长期投资。到1970年代初，巴菲特邀请蒙格出任波克夏海瑟薇的副董事长，正式携手共创伟业。自此之后的将近50年里，两人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互补关系。巴菲特擅长深入企业财务决策，蒙格博览群书，思想敏锐，为团队带来跨学科的智慧。蒙格自己形容长期成功的伙伴关系，靠的是自然的优势互补与彼此欣赏。一个人擅长甲，另一个精于乙，各司其职又共享愿景，没有硬性分工的条款，全凭信任与默契。可以说，他们俩正是彼此最理想的终身合伙人。不过，即便是最完美的拍档，也有观点不尽相同的时候。蒙格在访谈中就透露了几个他与巴菲特观念不同的例子，其中一件趣事发生在零售业领域。巴菲特一向不爱碰零售生意，总觉得零售竞争残酷，瞬息万变，零售业真是太难了。看看希尔斯百货，传统百货公司都已风光不再，但蒙格却慧眼识珠，在上世纪80年代爱上了一家零售公司，甚至乐此不疲地对朋友们宣讲它的好处，直到巴菲特都笑他老是念叨同一件事。这家公司就是好事多 Costco。 蒙格最早是透过朋友认识了仓储式会员店模式的先驱索尔普莱斯。当时索尔创办的 Price Club 让蒙格大开眼界，又大又简朴的仓库卖场，以全美最低价格贩售日用品，靠薄利多销和会员费盈利。蒙格驱车南下，亲自拜访索尔，逛遍他的商店，越看越兴奋，这简直是零售业的革命。蒙格立刻在市场上买入了 Price Club 的股票。后来 Price Club 与 Costco 合并，蒙格也成了 Costco 的重要股东和董事。多年下来，他对 Costco 的狂热推崇在投资圈传为佳话。在每一次股东会访谈中，他都不厌其烦为 Costco 带货，一再强调 Costco 独一无二的优秀之处，比如超低价策略、宽敞的停车位、会员回馈制度等等。有人打趣说，哪怕半夜3点把查理·蒙格摇醒，他大概都能背诵一遍 Costco 的优点清单。为什么蒙格如此念念不忘 Costco？ 他在这次 podcast 里笑着解释道，人生中没有多少次你能确信自己是对的，而且抓到一个注定成功的机会，也许一辈子就5、6回这种好事。如果有人在年轻时就逮到2、3回，那之后真是想不复都难。 Costco 对蒙格而言正是一个他明知道自己押对了的大好机会，因此他从不嫌投入太多热情。在 Costco 这件事上，他是一辈子都乐意反复敲击的胜利锣鼓。想一想，能让一个睿智谨慎的投资家如此激动，说明他对 Costco 未来的把握几乎达到笃定的程度。毕竟蒙格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遇到确信无疑的大好机会，一定要敢于下重注。其实好不容易等到好机会就下重注，这一投资方法蒙格年轻时便领悟了。他曾说自己是从一位素未谋面的长辈那里学到这个道理，那位长辈正是他的外曾祖父。蒙格家族的故事中，外曾祖父是一位具备卓越常识的人，他的人生哲学深深影响了蒙格。虽然我们无从确知这位长者当年是如何身体力行的诠释重注好机会的，但可以肯定，蒙格把这箴言当作了终生奉行的准则。
而他与巴菲特缔造的财富神话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点。波克夏公司几十年来重大的成功案例其实寥寥可数，但每一笔都分量十足。例如1972年，他们斥资2500万美元买下喜诗糖果。这家糖果店看似不起眼，却拥有强大的品牌忠诚度。蒙格敏锐地意识到，品牌的定价权是无形的。宝藏收购后，他们每年都敢于提价 10%， 结果顾客照买不误，盈利水涨船高。几十年间，喜诗糖果为波克夏带来源源不绝的现金流，却几乎不需要追加投资，是经典的印钞机型资产。这笔投资可以说是蒙格坚持质胜于量理念的一大胜利。他劝说巴菲特放弃了以往只找廉价股捡便宜货的策略，转而重注在少数优质企业上。巴菲特事后感慨，若非蒙格拉他一把，他可能至今仍只是在垃圾堆里捡烟蒂，而无法登上今天价值投资的珠穆朗玛。蒙格的投资风格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宁择一良机，不要百次平庸。他从不迷信所谓分散投资能降低风险的传统教条，相反，他直言过度分散没有意义，甚至会拖累收益。蒙格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一生中你能找到4个绝佳的投资机会，就该偷笑了。其实3个就足以让你的家族财富永续传承。与其把鸡蛋分散在许多平庸的篮子，不如精挑几只最好的篮子，然后全神贯注地看护它们。在这点上，巴菲特和蒙格英雄所见略同。巴菲特曾对学生们打过一个比方，假如我给你一张只能打20个孔的卡，代表你一辈子只能做20笔投资，每做一次就打上1个洞，等20个洞打完，你就再不能投资。这种设限会迫使你只出手最有把握的机会。他说，如果真这样做，绝大多数人反而会比胡乱买卖更富有。蒙格自己正是这么过来的。他这一生其实大部分财富来自几笔关键投资，而非频繁交易。除了喜诗糖果之外，还有可口可乐、吉列、富国银行等为数不多的几项大额押注，但每一项他都等到了恰如其分的时机，一出手就雷霆万钧，随后长期持有，分享企业成长的复利果实。这就是蒙格的秘诀。当别人贪婪的四处出击时，他宁愿耐心等待，可一旦嗅到属于自己的那朵鲜花，他会毫不犹豫地整盆捧起。耐心等待不代表被动，更不是一味死守错误的决定。蒙格和巴菲特其实非常善于纠正错误。在访谈中，蒙格讲述了波克夏早年一段有趣经历。1966年，他和巴菲特合伙成立了一家名为多元零售公司的投资控股公司，雄心勃勃想收购各种事业，特别是零售业务。他们看上了巴尔的摩一家小型百货连锁 Hochschild-Kohn 百货公司，认为是2流的百货，但价格够便宜，买下来也许有搞头。两人凑了600万美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款，把这家百货吃了下来。岂料竞争激烈，远超预期，收购案墨迹未干，他们就意识到踩雷了。这门生意疲软又落后，很可能把资金都拖垮，一般人可能会死要面子不认输。但蒙格和巴菲特做了个大胆决策，立即抽身转向。他们宁愿承认错误，承担看走眼的难堪，也不愿傻傻把钱继续砸进无底洞。于是两人转而利用百货公司残余的资源，把资金投入当时被低估的优质股票。凭借着60年代末市场低迷期的捡便宜机会，他们大举买进其他公司的股票。结果几年下来，不但补回了亏损，反而大赚了一笔。蒙格在访谈中淡淡的总结，我们在多元零售这笔生意本身没赚到什么钱，但用它转投的股票可赚大了。他笑称当时的抉择就是宁可看起来愚蠢，也不要真的破产。这句话听起来轻巧，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风险管理意识，及时止损，知错能改，比死扛到底要明智得多。这次经历也成了波克夏早年快速累积资本的一个转折点。紧接着，蒙格又分享了他们早期资本积累的另一个精彩篇章，用区2000万美元撬动了几十倍的收益。那是他们买下一家小型储蓄贷款机构的故事，大概投入2000万，最后撤出时却从中获得了约20亿美元价值的有价证券。这家不起眼的储蓄机构成了他们的资金蓄水池，
源源不绝产生现金，为日后更大的并购提供了火力。蒙格称其为一个完美的开局。想象一下，把2000万变成20亿，翻了100倍，而且不是靠投机，而是靠精明的资本运作，这就是蒙格和巴菲特早年的神来之笔。有了这样的本钱，波克夏才能在后来接连吃下像喜诗糖果这样的优质资产，乃至于更大的收购。从这些事例我们看出，蒙格并非一味死守，他懂得果断地改变策略，甚至勇敢地壮士断腕，只为把资源投向更好的机会。当形势不利时，立即止损撤退；当机会降临时，倾力重铸向前，这正是他行事风格的写照。随着岁月流转，蒙格和巴菲特的投资帝国版图越滚越大，他们持有的企业从可口可乐、喜诗、糖果到美国运通、吉列，再到后来的苹果、BNSF 铁路，无不是在正确的时间重铸押宝的结果。而在更近代的投资实践中，蒙格也不断展现他的独到眼光和大胆魄力。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蒙格力排众议，主导波克夏重金投资了中国的一家电动车公司比亚迪 BYD。 当时很多美国投资人对投资中国心存疑虑，更何况是一家鲜为人知的汽车制造商。然而蒙格看中了比亚迪的创始人王传福，他形容王传福是个罕见的天才工程师，这家伙早上看别人的零件，下午就能自己造出一模一样的来。我从没见过这种人。在蒙格眼中，王传福集结了一群顶尖人才，把电动车各个技术环节，电池、马达、刹车等都攻克下来。这种执着和实干让他联想到另一位硅谷钢铁侠马斯克。但蒙格直言，王传福比马斯克更擅长实际把东西做出来。他认为比亚迪具备长远成功的基因，于是波克夏投入约 2.3 亿美元买入比亚迪股份。一晃10几年过去，这笔投资价值飙升至数十亿美元，成为经典的跨国重注佳话。很多人才恍然发现，蒙格早在别人犹豫之时就已抢占了先机。独到的眼光加上大手笔的下注，为波克夏股东们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也印证了蒙格那句至理名言：最好的机会来了，就要 all in。 蒙格对新兴市场和全球机遇的关注不仅限于中国，在最近几年的投资布局中，他和巴菲特还把触角伸向了日本。很多人不解，日本经济停滞多年，为何波克夏突然买进日本大型商社的股票？蒙格在访谈里揭示了背后的算计。原来日本近10年的利率几乎为零，企业股息却有 5%。 巴菲特灵机一动，发行日元债，以超低利率融资，锁定10年几乎白拿的日元资金，再用这笔钱买入稳健的日本商社股票，躺收 5% 的股息，借钱成本 0.5%， 投资回报 5%， 中间无风险套利 4.5%， 而且规模巨大。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年都有。蒙格赞叹道，如果你聪明到像巴菲特那样，一个世纪也就1-2次能想到这种主意，这笔日本投资在他眼里就是100年一遇的无脑好机会。而由于波克夏信誉卓著，资本雄厚，才能借到那么多廉价资金去撬动这桩买卖，换别的公司还真复制不来。由此可见，当你实力足够又慧眼独到时，整个世界都能成为你的狩猎场，即便是在他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角落，也可能隐藏着令人惊叹的套利良机。蒙格提醒我们要有全球视野，勇于布局他人不敢想的策略，只要确信胜算在握，就该大胆出击。这与他强调的下重注哲学一脉相承。说到勇于出击，或许有人会问，蒙格如此推崇下重注，难道就不怕失手吗？其实蒙格的重注绝非盲目赌博，而是建立在深厚的常识和严谨的分析之上。他总是反复强调，能力圈概念只在自己真正懂的领域里行动。他研究企业时全面透彻，力求看清商业模式、竞争优势，再结合宏观环境做出长远判断，一旦觉得确信无疑了，才会大规模投入。所以在外人看来，他出手少而精，每一件都射向靶心。但即便如此，蒙格并非没有栽过跟头。比如近年他力挺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结果股价表现不如预期，让他掌管的 Daily Journal 公司投资账面一度亏损。
不过蒙格对这类波折看得很淡，他明白投资哪有百发百中，只要大体方向对，纪律严明，一两次失手无伤大局。他从不被情绪牵着走，反而以错误为师，调整思路继续前行。对他而言，关键是避免灾难性错误，不孤注一掷于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不用致命的杠杆，确保活下来。如此，成功只是时间问题。正如他说的，不做蠢事又能活得久，财富终将向智者倾斜。这心态与策略值得所有投资人三思。除了投资技巧和策略，蒙格在访谈中也谈到了企业管理和道德层面的见解，这部分内容同样发人深省。例如，他批评一些风险投资 VC 行业的短视行为，为了追逐高估值快速退出，不惜对创业者施加不利影响，只在乎自己利益最大化，结果往往让被投公司的创始人对 VC 心生反感。相反，波克夏·海瑟薇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他和巴菲特从不为了一时行情高点就抛售优秀企业。蒙格举例说，如果某个投资银行愿意给波克夏旗下不错的子公司开出高价，他们也不会随便卖掉，因为他们珍惜与经营者长期合作的关系与信誉。只有当某业务本身前景暗淡、解决无望时，他们才会果断出售止损。这种坚守长期、忠诚相伴的风格，让波克夏在企业界赢得了黄金声誉。大家都知道，把公司卖给巴菲特和蒙格是最安心的选择，因为他们不会乱搞拆卖，也不会朝令夕改，而是当长远的守护人。蒙格总结道，我们有意坚守对我们有益之事的名声，不靠欺骗投资人赚钱。这番话听起来朴实，却点出了基业长青的根本，靠诚信赢得信任才能走得远。试问那些急功近利、一心追逐速成暴富的人，有几个愿意慢慢筑牢信誉之墙？蒙格用近100年的实践证明，诚实和耐心其实比任何投机取巧都管用，只是大多数人没有耐心罢了。类似的原则，蒙格也要求于他所投资的公司。例如 Costco 早年打算进军某些国家市场时，遇到官员暗示要收贿才能通关。Costco 的创办人悉尼加知道后非常气愤，坚决不妥协，干脆放弃了当地拓展。蒙格对此赞赏有加，宁可延宕数十年，也绝不做违背价值观的事。直到多年后环境改善， Costco 才重新进入那些市场。这段往事充分展现了商业道德的重要性。短期看似错失机会，其实却保全了企业灵魂，为长远打下更牢固的基础。蒙格深谙此道，因此特别欣赏那些既聪明又正直的经营者。他常说，选择与谁共事比交易价格本身更重要。正是凭着这套标准，他和巴菲特筛选出了波克夏麾下众多优秀而可靠的子公司，良将在侧，帝国稳固，何愁大业不兴。可以说，蒙格的智慧不仅在数字，更在人性。投资领域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对人性的洞察与自我约束，而非单纯的算术游戏。蒙格以他的高龄和阅历反复提醒我们，诚信、理性、节制这些老生常谈的品质，其实才是投资长跑中最强劲的配方。哪怕你暂时慢了点，但方向对，跑姿稳，最后反而能持久领先。聊了这么多投资观和商业智慧，别忘了蒙格也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长者。在访谈的尾声，他还分享了一些人生与家庭的智慧。有人请教他对年轻人婚姻与家庭的建议，99岁的蒙格微笑着回答，要和每个家人好好相处，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帮助他们，这样当你有难时，他们也会帮助你。在蒙格看来，家庭幸福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重点就是彼此扶持，互相信任。他甚至幽默地说，我觉得美国大概有一半的婚姻过得不错，如果2个人各自换了别的伴侣，再婚后情况也不会更好。这番实在又乐观的见解让人莞尔。蒙格强调，夫妻间一定要建立信任，尤其在教育子女等重大问题上要齐心协力，有了信任基础，家庭才能抵御风雨，共同成长。听着这些话，我们很难不感慨，一位投资巨匠在人生的黄昏谈论的不只是金钱，而是回归到最朴素也最重要的价值，爱与信任。毕竟蒙格自己就是7个孩子的父亲，经历过丧妻丧子的悲痛，又再组新家庭白头偕老。
他的家庭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凭借智慧和包容，收获了长达数十载的家庭幸福。因此，当他劝诫我们要珍视家人时，分量格外真挚。投资世界再纷繁，也敌不过人间真情的可贵啊！这或许也是蒙格长寿的秘诀之一。内心平和，家庭美满，自然延年益寿。正如他的至交巴菲特一样，长久幸福的人生本身就是最成功的投资。回顾查理·蒙格的一生，我们仿佛读完了一部浓缩的现代史。他见证战争与繁荣，经历错误与胜利，最终留给世人丰富的智慧遗产。在他生命最后的这场 podcast 访谈中，蒙格用风趣而锐利的语言分享了纵横股海近80年的心路历程。我们从中听到了他对当今投机风气的警醒，对长期主义的坚守，对良好伙伴关系和商业道德的推崇，以及对人生价值的体悟。但贯穿始终的主旋律还是那一句反复出现的忠告：抓住属于你的大机会，然后勇敢地下重注。这句话说来简单，真正做到却需要非凡的眼光、胆识和耐心。蒙格用他漫长岁月中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他的威力。哪怕你一生中只有2-3次击中要害，你也足以功成名就。而更多时候，我们要做的恰恰是等待，等待那稍纵即逝的良机出现，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判断力，确保机会来临时我们能认得出它。蒙格自己就是最佳范例，他一等就是几年、10几年，等到了便毫不手软地押上重注，事后看几乎每次都一箭中的。当然，他也承认运气在其中扮演了角色，但正如他常引用的一句座右铭，人生就像滚雪球，最重要的是发现湿的雪和长长的坡，机会和复利就是那湿雪，而岁月与耐心就是长坡。蒙格找到了属于他的雪坡，也愿意将这份心得倾囊相授给我们。如今查理·蒙格已经离开了我们，然而他的智慧之火将长久地照亮后人。当我们再次思索他那句当机会来临时，你一定要下重注时，不妨记住，这不是鼓励盲目的赌博，而是提醒我们珍惜难得的机遇。在平常日子里，我们要手拙蓄力，耐心学习，避免愚行。一旦辨识出属于自己的重大机会，就应当鼓起勇气，全力一击。这正是蒙格一生成功的写照，也是他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让我们铭记这位99岁智者的教诲，在自己的人生与投资道路上秉持理性与诚信，静待花开，重铸良机。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也能因为抓住了那几次关键的机会而收获得属于自己的传奇。